哎呀，哎呀，不就撒个尿吗？至于这样吗？再说，把你嘴也贴上。哎，听说喝完咖啡要来尿是咖啡味儿的。说什么呢你？今天真是谢谢您了。不客气，不客气，帮助小师妹是应该的嘛。那不用送了，送到这儿就行。哎，没事没事，你放心，这个事啊包在我身上了。好，都这个点儿了，要不我们一起吃个饭吧？哦，不用了，不用了，我已经约了人了，不用了，不用。那么客气，您的，多生分呐。师兄，叫我师兄就好了啊。那个，我说二师兄啊，您这位女施主有完没完啊？哎，回去之后加我 QQ 的啦啊 ，QQ 啊。你怎么在这儿？杨子给我介绍了个朋友，我过来聊聊。你呢？过来见师兄了？什么师兄啊，八竿子打不着边儿。要不是求他们办事，我真想一巴掌呼死他了。所以说，下辈子投胎一定得投假发。别擦了，再擦就秃了皮了。握的又不是你的手，站着说话不腰疼。怎么回事啊这？哎，不是，哎，别乱摁，摁坏了。哎，这铃不响。我试试，我看，哎，没声。是没反应啊？哎，你看它怎么不响呀？这联系不上外边。别着急，你别紧张。哎，有人吗？有人在吗？有人在吗？你别，你听我说，你这个时候要淡定，OK？到什么时候啊？电梯故障，电梯故障。此时此刻要做什么？不要着急，深呼吸，没事啊。哎呀，坐这儿躺会儿。哎，你起来，起来！我招你惹你了我？你说你这这么麻烦，谁愿意看着？这样行了吧？见着你这种人，准没好事。哎呀，遇见我你谢天谢地去吧。我跟你说，还好没停电，真要是停电了，整个电梯电脑系统全……没有。能不能闭上那个乌鸦嘴？没事儿，什么事没有啊？我跟你说，停电都不怕，只要这电梯它不下坠，一点生命安全都没有。怎么回事啊？电梯下坠了。哎，不会摔死吗？大兄弟，我跟你说啊，越是到这个时候，越要保持冷静。以我的经验，只要这时候电梯不继续下坠，他俩啥事都不干。这都2个小时了，怎么还没修好啊？别着急，快了。哎，我给你吹个歌。不许吹了！你没事吹什么哨啊你？你解闷儿呢吗？不许吹啊！你尿急憋不住。这人有3级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没事儿，这不简单吗？尿吧，尿吧。哎呀，哎呀，不就撒个尿吗？至于这样吗？再说，把你嘴也贴上。哎，听说喝完咖啡要来尿是咖啡味儿的。说什么呢你？哎，你们怎么才来呀？
厕所在哪儿？厕所那边是吧？哦，我知道了。哎，不是你去哪儿了？哎，帮我摘下来。哎，有人没有啊？哎呀，总算重见天日了。这个破电梯我再也不坐了。你还行呢，连根毛都没伤着。我可倒好，都快被你绑成木乃伊了。哎，这是你自己出的馊主意啊，你可赖不着我。哎，你怎么出来随身携带胶带呢？你没听说过啊？女生的包就是百宝箱。公司楼下不是有几只野猫吗？我有的时候没事会去喂它们，这个胶带粘猫毛再合适不过了。哦，原来如此，还挺有爱心的啊。行了，都这个点了，吃个饭去吧，走。哎，我不去，我还得回公司干活呢。干活之前你也得吃饭啊，都困了3小时，我都快饿死了，也该到吃饭点了，走吧。哎，事先声明啊，我可没带钱。骂人呢是不是？我请客。好不容易被困一次，晚上的饭局我都推了，带你吃点好吃的。哎，走一个。我从不在外面喝酒，尤其是跟男人。安全第一是吧？哟，得嘞。吃烤串，烤串安全。看我干啥？好不好吃就完了。我告诉你啊，这家烤串的味道，方圆10里你找不出第2家。上学那会儿，我们哥几个天天在这吃，这冲我们据点了都。天天下馆子啊？那你们几个够败家的呀？你以为我们几个是广家里要的钱？我告诉你，上大学那会儿，我们4个全凭自己的实力挣的。我们几个做旅游代理，光大211黄金周那次，我们就带着1000多个大一的学生出去旅游去，每拉一个人，旅行社就给我们返5块钱。这么厉害啊？那后来为什么没接着干了？遗憾我们几个干这个挣钱。呼啦涌出一帮做代理的，这个让5毛，那个让1块，市场都快做乱了。那你们这不就亏大了吗？不亏啊！在市场做乱之前，我们就已经把资源和我们的渠道打包给下一家，我们成功拿钱上来。这鬼点子一定是你想出的。哎，你这是夸我呢，还是夸我？哎，我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你这么厚的。小雨，你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吃东西呢？你看看，你还和男人喝酒是像什么样子？你管得着我吗？跟你有关系吗？我愿意。来，我们喝酒，别理他。他谁呀？管得着吗你？喝不喝？来，我哎，划拳会不会？划拳？划拳？15、20，你会不会？那我会不会啊？15、20。我是会还是到底会不会？会？来，5、10。我输了，来我喝。哎，走，跟我走。干嘛呀？你放开我！干嘛呢？放手！干嘛呢？过分了啊！他凭什么跟你走啊？没你的事儿。坐下。我跟你说过了，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不想再看见你。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也无权干涉。我现在数3下，如果你还不走，我明天就离开这座城市，我让你这辈子都看不见我。我说到做到。1、2。你别搓手了，赶紧走吧。我走啊，我走。少喝点酒，早点回去。快走吧，呀，让你走呢。啊，我走了。早点回去。
给我。哎，你别喝了，你怎么也那么烦人呀？我喝酒关你什么事儿啊？我喝我自己的酒。不是多难受啊！那喝完了之后，那酒不是那么喝的。你之前不也天天这么喝？我那是为工作。你为工作是吧？好，那我问你，你工作是为了什么？你工作是为了赚钱吧？好，那你赚钱又是为了什么？像你这种人肯定说，我赚钱是为了理想，我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好，那你实现梦想，你又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高兴啊，对吧？我此时此刻，我现在喝这酒，我就觉得很高兴。那我为什么我不能喝这个酒呢？什么逻辑？行，你说的都对。哎，但你别喝了，别喝，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听我跟你说，你看，你那男的跟你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他一来的话，你就那么闷闷不乐？有事你告诉我，我给你平了。我凭什么告诉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跟你没有关系。我没管你，我这不替你打包。我跟他没有关系，我跟他永远都不会有关系。我跟他就是没有关系，你懂吗？是没关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没关系，别喝了，行吗？烦不烦呀？啊，宝贝儿，别喝了，行不行？哎，你别喝了，哎，别喝了，啊！我要去公司。能行吗？直接回家吧，你都喝成这样了。不行，我得去工作了。工什么作呀？你哎呀，你都喝成这样，哎，你不去，我得自己去工作啊。我去自己去。哎，行，我陪你，这边走。喂，你好，腾飞，上次那项目你那仨兄弟干的是真漂亮，我这还有一急活，他们仨最近还有没有时间啊？帮我问问呗。行，我马上帮你问问啊。哎，快点，等你消息。哎，好的。小雨，于姐，到公司了，于姐，哎，醒醒！我要回家。哎，我要回家。我知道。喂，我刚才问了一下他们仨在日手里有其他项目要做。啊，这下可麻烦。行，那我找别人吧。好。这次杰洛公司只录用1个，不是我撞的呀，人不是他撞的。如果我赶不上面试的话，听我拿下机会。恭喜你啊，你面试通过。原来您就是叶总啊！最好不要提前告诉其他人，我欠你的。
喂。啊，董帆，怎么了？哦，我跟他们说了一下。啊。他们说先做你的项目。真的？那太好了，谢谢你啊，鹏飞。不客气。啥？你醒了。哎呀！啊！我怎么回来的呀？我不是在大排档吗？你喝多了，大鱼是送你回来的。天哪，我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了？你不记得，大鱼都替你记着呢。那个人又来找你了，跟你说了几句，你就一个人去喝闷酒了，谁都劝不住。最后喝多了，你又哭又闹的。天哪，又哭又闹的，丢死人了！现在几点了？凌晨2点半。睡了这么久啊？不行，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哎呀，待会儿吧你，这几点了还工作的？哎，我跟你说啊，大鱼可是问我好几遍，那人跟你是什么关系？那你怎么说的？我当然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让他自己问你。谢谢你啊，子珊。若雨，我说真的，你真的要因为那个人错误一直惩罚你自己吗？我可不想看到你一直孤独终老的。哎呀，别提他了，我这头疼了，还想吐。好，我不说了，我去给你倒杯蜂蜜水，你躺会儿啊。早啊。早。你醒了啊？找我有事啊？对不起啊。有什么好对不起的？昨天晚上我喝多了。我怎么不记着了？谢谢啊。哎，每个人都有秘密，我尊重你的隐私。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跟别人说的。你离开那个男人挺好的，真的。毕竟他的岁数都能当你爸了。每个人都有秘密，我尊重你的隐私。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跟别人说的。你离开那个男人挺好的，真的。毕竟他的岁数都能当你爸了。你把我当什么？于鹏远，你给我站住！又怎么了？你大鱼啊？你不是说开会吗？还开不开了？哦，马上上去啊！你先去吧。我等会儿你。你上去等着去，我就在这等着。有说说。我就是想谢谢你。你刚才不是谢过了吗？哦，那没事了。
哎，大学，你们俩刚才聊什么呢？哦，没聊什么，就说你这头型最近挺帅的。是吗？我这盖脚头了最近。是啊，赶紧聊聊网站的事儿。哦，我看你最近这又找资料又找人聊天的，咱这项目什么时候启动啊？别着急呀，咱们还缺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啊？一会儿带你们俩去个地方，你们就知道了。哦，走吧。大鱼，咱不是要去做网站吗？你把我们来这儿拉来这儿面试干嘛呀？要我说呀，他就是吃饱了撑的，好好的总经理、副总不当，非来这儿找罪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咱们仨想做租房网站，就要掌握这一行里第一手情报，傻不傻？方玉婷来了没有？我叫方觉婷。HR 文化程度行不行啊？名字都叫错了，靠不靠谱？再说了，就算要拿第一手数据，没必要仨人全来吧？要不全权委托你一个人？哎，算了，那还是你们俩陪我吧。大鱼，那咱们具体干嘛呀？我负责摸清他们的经营逻辑，杨子呢就负责收集情报、拓展人脉。你自己摸清他们的网络架构，还有他们的数据库模式，知道吗？这个放心，只要别跟人打交道就行。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咱们仨是过来当卧底的，别最后让人给招安了。绝对不能够，我还惦记回去当我副总呢。哦，这就对了，乖啊。于凡硕，于凡硕是谁？我，于鹏月。啊，美女。就这盲流子还当 HR 呢？啊？他不会把咱们的名字也叫错了吧？怎么？没睡好？加班了？没有。哦。昨天是出去应酬还是？腾飞，我有点困，想先眯一会儿，等会儿到了你叫我行吗？哦，好。谢谢啊。你好，这个专业，哎，您是这么快的，您要不要了？好嘞，那我马上给你打啊！哎，好嘞。哎，张哥呀，哎，你好，您上次那个粮食感增值那个房子简装要不要了？安居才能乐业，你选择我们，就是选择了幸福。好，相信你们。哎，这。忙着是吗？没问题，我给你留着呢。哎，好嘞，哎，再见。走了，吃饭去啊！哎，好嘞。哎，店长，马上啊！
这个月我们门店的销售成绩完成得很不错，特别是于鹏月，他刚新来嘛，都已经签下好几桩大单了，这是非常值得表扬的。来，掌声鼓励。小鱼啊，给大家说2句吧。这没什么好说的，感谢店长对我们3个人的栽培，感谢周哥、李哥、王哥对我们3位新人的支持和鼓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店长，等什么时候我发奖金了，我请大家唱 KTV 吃烧烤。好，静一下，静一下。还有个事儿要说一下，最近呢，上面任命了一位租赁事业部的总经理，这2天呢，在各个门店走访调查，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到咱们门店了。所以啊，从明天早上起，所有的人提前1刻钟上班，把我们的门店卫生好好的打扫打扫，争取给领导留下好印象啊！店长，啊，不用那么多人，我们仨就行。咱们店平时挺干净的，用不着打扫，我们仨就没问题。真的。你们仨行吗？我们仨没问题。好，就你们。怎么夸你2句还飘上了呢？什么活都接啊？这保洁这活也干啊？杨子，大宇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你懂个屁呀！多干活能给你钱是怎么着？你还想不想回去做你的副总经理了？想啊！想你就别废话。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咱们的卧底工作就结束了。真的。通过这段时间的卧底，我们基本上已经摸清了中介公司的租赁板块的经营模式和业务流程。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数据方面的支持。总部确实有我们需要的数据，只可惜只有店长级别以上的人才有权限查看，咱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当上店长，所以只能另想办法。请进。店长，我也想去擦一下咱门口那灯箱。他们俩一个要擦地，一个等会儿要去打扫卫生间，所以麻烦您帮我扶一下梯子。我觉得没必要了。你看这几天都是雾霾，我们只要把店里打扫干净就行了。咱不能驴粪蛋子表面光啊，是不是？咱那外面里面都干净啊。你想想，这经理要是来了，看见咱外面这灯箱倍儿干净，倍儿敞亮，也觉得有面子呀。我听你这小子一说，好像有点道理啊。行，如果领导表扬我们，我一定给你记功。别，所有荣耀都归店长。那咱们就去一下啊！走走走，关门关门啊！忙忙忙。就搬个梯子，我来，我踩过来。当心啊！当心点啊！店长，麻烦您帮我拿着那喷壶。好，你稳住啊！哎，当心点啊！注意安全。不错，挺干净的。要不手机呢？哎，小杨，你自己没事吧？我去找手机了啊！哎，店长，店长。
队长。哎，在这呢。哎，你来的正好，赶快去给小杨扶梯子。哦，我好像有个文件要打。喂啊，发什么呆？哦，快去！哦，是，队长。大鱼呢？杨子，这怎么办呀？哎，小杨，你没事吧？当时的情形那真的是相当的紧张啊，比什么《碟中谍007》还要刺激100倍。眼瞅大鱼就要被店长发现了啊！我们潜伏几个月的计划将功亏一篑，我当时那个心里那叫紧张啊！没办法，为了公司的大计，为了我们最后的胜利，我决定拼掉我这条老命，献上我这具身躯，也要保住大鱼还有公司最后的胜利。说时迟，那时快，我高喊了一声：“呀！”我先是来了一个鲤鱼打挺儿，又来了一个白鹤亮翅，最后来了一个转身360度，这才吸引了店长的注意。我硬生生的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了 Mission Possible。杨子，你太棒了！拉倒吧，事实的真相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你看我干嘛？你看我也没，周岩都跟我说了。你自己说是不是？中途来了一个那个特别性感的一个美女，从你身边走过去了，然后你刚开始没看人长什么样，你探个脑袋过去看，扑噔一下掉下来了，那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不是周岩，那不让你说实话吗？我是答应你了，可是我在答应你之前，我就先跟大鱼说了。你们真的把数据给偷回来了？那当然了，小看我吗？我觉得这么做有点不太合适吧。怎么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章第10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取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第1项就是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我说什么商业秘密不商业秘密的？这我们又没跟他签保密协议。再说了，这公司有权看的人多的是了，那你是要什么秘密？这商业秘密呢，就是指不为大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一定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如果居安公司它的确规定了只有一定权限的人才能浏览，那就等同于采取了保护措施。那你们现在手里拿到的数据，就属于居安公司的商业秘密。那可怎么办啊？喂，把数据删。别删呐！大鱼，咱们费了这么半天劲，我这命都快搭上了。再说了，咱们要看别人也不知道，删了。哦。我这一跟头算是白摔了。行了，杨子，我理解你现在心情。闹别扭。数据没了，咱们还可以再想办法。如果连底线都没了的话，可真就找不回来了。
晚上想吃什么？火锅料理，串串香，我请客。真的假的？陆店长是吧？哎呀，真好！我走了这么多家店，只有你们这家店把门口的招牌保持得如此整洁啊！其他家都注重店内的卫生啊什么的，结果忽视了这个门外的招牌。招牌才是一家店给人的第一印象。哎呦，小手真软和。我给你算算啊。你真会看呀！哎呦，何止会看呀！咱们看看去吧。啊，行。哎呦，我这么一摸啊，你缺个男朋友。别说，跟我长得有点像。孙志秋。啊。搞得不错，确实搞得不错，陆店长。看来你们店在环境上真是像一个。陆店长，我这次来呢，一是考察客店的环境和实际工作的开展情况；二呢，我是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基层员工在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他们的真实想法。你这样，你给我找一间会议室，再找几个优秀的员工，我和他们简单的交流一下，你看怎么样？没问题啊，这个会议室就在那，你先请啊。好，你们去拿吧。好。德宇，咱们现在怎么办？30多斤，走回上层。啊。经理，赶快跟我进会议室，陪叶总聊聊。走。哎，快点进来，进来。好的，店长。叶总啊，这3位就是我们最优秀的员工了。快进来。陆店长啊，你忙你的去吧，我跟他们好好聊聊。啊，好。都转过来吧。哟，于总，哎呀，好久不见呢。怎么着，公司干不下去了？啊，跑着我这儿给打工来了？说说吧，你们3个到我这儿来，没憋什么好屁吧？啊？我看是你没憋什么好屁吧？哎呦，哟，哦，行，这现在啊，流行一句话叫什么 ？No 作 no 大。我呢，也不想当什么正人君子。既然咱们之间有过节呢，我也就不想玩什么一笑泯仇那一套了。痛快点，是你们自己走呢，还是我轰你们？你懂法吗？我们几个可都是签了合同的，而且我们并没有违反劳动法。还有，公司要开除我们的话，且需要经过我们的同意，还要给我们额外N加1个月的工资。还有，那不叫 no 作 no 大，那叫 no 作 no die。OK？Do you understand？No 作 no die， 行。No 作 no die。哎，叶总，叶总，
叶总，您别生气，他们3个不会说话，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惹你生气了，我以后好好调教他们。你说什么？我一定好好调教他们。明天你们3个调到总部去。我们仨调总部？店长，我没听错吧？我们仨调总部去？怎么了？这么好的事儿，你们还不愿意了？不是，能不能让别人去啊？哎，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这有多少人削尖脑袋想往总部钻啊？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都砸到你们面前了，你们还不乐意？什么情况？这哪是馅饼啊？这分明就是炸弹呀！老公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公司别喊我老公。我不就是想关心你一下吗？你关心我？你是关心我能不能给你弟弟掏钱吧？哎，你说，你爸妈的脑袋是不是让驴给踢了，还是进水了？他出国留学，凭什么我给他出钱？我告诉你，以后你们家那些破事儿，我一律不管。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当初都是你答应过的。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我要的是女人，不是你爹、你妈、你弟弟那一坨人。我那点工资还不够你们一家人霍霍的。行，说话不算数是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赚那些钱又不是靠工资活着的。你什么意思？我说有些人利用职权拿公司的钱给租户放贷，然后租户的押金做抵押，钱还了就……信不相信我抽你？这什么地方？公司。你怎么知道的？我又不傻，这些事我看不出来吗？那我也告诉你，你要是再骗我，我就把这些事都抖出去。嗨，菲菲，别闹了！我现在心里乱得跟一锅粥似的。我挣那些钱，不也是为了咱俩吗？你要是把这件事抖出去，对你也没好处啊！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认错，老婆，我错了啊！一旦我钱周转过来，我就给你打过去，好不好？啊？刚那样多好，你放心吧，只要你一直对我好，这些事儿呢就会烂在我肚子里的。那你倒是说说看，到底什么事儿这么不开心啊？不是，周岩，你干嘛打呀？不是大鱼，你说这姓叶的到底什么意思呀？还能什么意思？把咱们仨吊到他眼皮子底下折磨咱们呗？这咱也能忍。要我说，咱干脆辞职算了。我倒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毕竟咱们想要的数据还没拿到手，到了总部总比在门店要方便得多。问题是咱们没有权限啊，等着咱们升职做梦吧。哎，想什么呢？咱们要去了总部，碰到菲菲。哎，这打。早上好，美女。我们是来报道的。哦，你们在那边先坐一会儿。叶总还在开会，等他开完会我就带你们去见他。OK。
叶总，赖三还在那等呢。老公，你干嘛一直躲着他们呀？我躲着他们干嘛？我那是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我就跟他们这么耗着，耗着他们饿得受不了了，下楼吃饭去。等到那个时候，我就立刻通知大家开会，让全公司人都知道他们3个人在上班时间违反劳动纪律，我让他们在全公司人面前丢脸出丑。到时候，哼，捏扁了搓圆了，我说了算。你可真坏呀！我不坏，你能爱吗？那我们中午去吃火烧吧。哎呀，不吃火烧，我要吃东西。饿死我了，饿死我了，饿死我了，饿死我了！他们仨还在那儿呢。哎，这猪肉大葱的包子比那卤煮还好吃呢，咱晚上接着吃啊。哎呦，猪肉大葱的，哎呦，包子，哎呦，我最爱吃猪肉大葱了。哎呦，饿死我了！这会怎么就开不完了？真烦，饿死我！哎呦，我想吃包子。来，叶总，我懂，我懂。哎，你们3个过来，过来。你们叶总开完会了？开完了，3位请跟我来。来。好的，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叶总又有一个重要客人要接待，所以我们还得等是吗？不是你这不是玩我们的吗？我这饿一上午了。没事，那我们仨先去吃饭，吃完饭呢回来继续等，啊。大宇，没事，我不饿。经理，往那儿去。走走走走走走走。等我吃饱回来再说啊。你看清楚了，他们仨真下去吃饭了。我看清楚了。他们3个刚坐电梯下去。那个叫杨新伟的一直叫唤着饿，剩下2个没有办法，只好陪他一块儿下去了。好，你立刻通知大家到大会议室开会，立刻，马上，快！我们在这里呢开一个欢迎会啊。下面营业部向我们推荐了3位优秀的员工，从今天起呢就正式的调入总部工作。那么我想呢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和大家认识认识，熟悉熟悉啊，这样呢也便于他们更快的进入工作状态。在座的各位都是公司的中坚力量，3位新人以后在工作中有什么做不到位的地方，你们要及时的批评指正，该说就说，该骂就骂，千万别客气，千万别不好意思啊！只有严格要求，才能为公司培养人才，听明白了吗？那好，那咱们现在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3位新人。叶总，他们吃饭去了是吧？啊？上班时间吃饭，这还有一点点责任感和团队意识吗？啊？他们把他们当成什么人了？把大家当成什么人了？这还有一点点责任心和团队精神吗？别打断我，说了多少次了？行了，坐下。行，这种情况一定要重重的罚，谁出镜都不好使。我要重重的罚他们。等我见到他们啊，我告。叶总好。来了啊。3位新人，你们自己介绍吧。叶总，叶总，听我说。叶总。
看你跟一个前台生什么气啊？我是跟他生气吗？我是气那3个小兔崽子，在那么多人面前让我下不了台，想笑他们了。哎呀，好了，别生气了啊，消消气，消消气。不用说，肯定又是那个于鹏远搞的鬼。他这个人呢，就是鬼精鬼精的，一般办法不见得管用。对付他们3个不能着急，就一个字儿：拖。反正他们现在在这儿也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你就日复一日的耗着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垮的拖死。薇薇，没看出来啊，够狠的。你就一点都不心疼你前男友吗？既然都已经是前男友了，那有什么可心疼的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陈菲菲也是有底线的人，只要你心里有我，我心里就不会有别的男人。真的啊？嗯。那行啊。那你这2天抽个空，打探打探，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耗耗他们的闷。瞅你那点出息，没人跟你抢。我饿了。这个月之休真是缺德啊！第一天上班就让咱们加班到这个点，这劳动法明确规定，加班不能超过3个小时。你说这月之休有多鸡贼啊？9点多1分钟都不让咱们上。大鱼，你说明天不会还让咱们加班这么晚吧？要这样下去，真是饿死了。劳动法还规定，1个月最多加36个小时班。如果按这样算下来的话，接下来的半个月，咱还得这个点吃饭。没见你呀！行了，当卧底这么容易吗？只有这样，才能锻炼自己，是不是周岩？是。哎，这女孩谁呀？行，好兄弟讲义气，那我就陪着你们好好磨练磨练。就算他叶之休明天，让你们上厕所，我都陪着你们。做个人行吗？吃饭呢。哎，周岩，那是谁呀？是啊。喂，我说杨新伟，你今后能不能闭上你那个粪嘴？不是，我也不想这样啊！这谁知道这叶之秋这么变态，真叫咱刷厕所呀？哼，我看他呀是早有预谋了。听说他专门为这事跟上面公司领导打了报告，要在公司里开展一项内部改革，把之前的保洁公司给辞了，让所有的员工轮流打扫卫生，还美其名曰说什么提高员工素质、提高服务意识、降低成本。我去，段位太低。所以咱们就成了这第一批实验的小白鼠，是吗？这凭什么？他这分明就是公报私仇。要说这轮班应该按天轮、按周轮，哪有一干3个月干到底的呀？行了，你就别发牢骚了。人家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实验期，其他员工巴不得晚点开始工作。咱们仨呀，是彻底被孤立了。大宇，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啊？你要不想，我想。要我说，咱们1不2不休，走。这么夸张吗你？你看，这不没事吗？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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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知道你恨我，之前那么做是我对不起你，但请你相信我，其实我也不想。我们家里什么情况你应该知道的。我爸妈逼着我跟你分开，周岩，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你已经为我付出的太多，我真的不忍心再给你压力。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对不起。菲菲，别哭了，我不怪你。谢谢你，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理解我、唯一真心对我好的人。就算我们不在一起，我还能跟你做朋友吗？对了，你之前不是跟宇光月他们一起开公司吗？怎么跑到君安来了？啊，我们只是来大公司锻炼一下。锻炼一下，那也用不到跑到这儿啊。这个叶知秋最记恨人了，你们不是活受罪吗？难道你们还有别的什么目的吗？啊，没，真没了。瑞安，那个以后在公司遇到什么难事尽管找我，我一定会帮你的。他找你干嘛？他跟我道歉，他说以后公司有事儿可以找他帮忙。他能帮个屁呀！这鳄鱼的眼泪。他跟你道歉，这是黄种人给鸡拜年，你知不知道？菲菲，他还是被逼了。菲菲什么呀，菲菲？我跟你说，周围你就是被菲菲吃得死死的。他真的跟你说，将来你有事儿可以找他帮忙？不是大鱼，你不会也相信菲菲说的吧？把水装上。给你安排的事儿你做的怎么样？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有交给我，啊！你不要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好不好？这个搬那边去。你到现在做了些什么东西啊？就你这样的，这公司不就白养人了吗？你还点头？你再点一个我试试，你再摇。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实在受不了了。哎呦，大鱼，我真受不了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就当对自己人生的一次磨练，再磨就磨没了。不是大鱼，你说，我这脸皮子够厚的了吧？这叶知秋天天这么批评我，还当着那么多人批评我，我就说我这脸现在都吹弹可破了。你脸这不没破呢？有什么不能坚持的？你看人家周岩，他是不好意思说，是不是周岩？我其实还好，就是老能见到菲菲。我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极限了，可最重要的资料咱们还没拿到手呢。这个时候放弃，那咱们之前受的苦不都白费了？相信
我知道我们现在挺得非常的难受，可是叶知秋比咱们更加难受。再坚持一下，我一定给哥俩一个满意的答复。大鱼，听你这说话这意思，看这小眼神儿，好像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呀？哎，想法我倒真有，不过这次可就要辛苦咱们的美男子周先生啦。我。出什么事了，周岩？我一接到你消息就过来了。啊，谢谢你能来。我们仨快受不了了，我们想。你们要走？不，那个，菲菲，我们想请你帮个忙。帮什么忙？你说吧。哦，是这样的，不是这几天公司一直在传一个事情，说叶总打算派人重新整理数据库。啊，你也知道，这是个苦差事，公司的人能避则避，还有人想把这个事儿推到我们，让我们来干。这个数据库的内容那么多，真整理起来会累死人的。这万一出点差错，哎，指不定得挨多少骂。啊，这就像杨子说的一样，与其让我们干这个，还不如让我们扫厕所呢。啊，所以那个这个事要真让我们干了，我们肯定会受不了的。所以。菲菲，我想你帮帮我们，我们不想被逼走。放心吧，包在我身上。菲菲，怎么了？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愿意帮我们？我真的愿意帮你们。你说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啊？这都1个多月了，甭管怎么折腾，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可是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呢。是有点不对劲，我也让人从侧边打听过，但他们3个异口同声说，就是来大公司锻炼自己。说你头发长见识短，这是真话吗？鬼都不相信。不能这么耗下去了。不行，得找个理由把他们开了。哎呀，你坐下。大不了就赔钱嘛。你能不能沉稳一点？这上面刚夸你为公司节省成本，现在你就无缘无故来一个解聘赔偿。再说了，他们3个现在真的挑不出什么毛病，让干嘛就干嘛，就连刷马桶都抢着去做。现在全公司都把他们当活雷锋，你就把人家这么开了，别人怎么看你啊？那你说怎么办？我现在心里乱七八糟的，本来想套个兔子，结果把自己套了。啊！我现在就是，谁有办法让他们走，我就给他烧够呛了。我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你快说。我真是操心命啊，帮得了这个，帮不了那个。
到最后连自己亲弟弟全忘了。只要你的办法可行，能让这3人走人，你弟弟的学费我掏了。哟，叶总，什么呀？你们的新工作。整理数据库。不是，叶总，这么大的工作量，我们3个人怎么可能完成呢？这我管不了，该加班加班，该熬夜熬夜，反正到时候我来检查。叶总，你让我们一直加班，我们忍了；你让我们刷2个月厕所，我们也忍了。整理数据库这么大的工作量，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什么叫太过分了？这是正常的工作安排。这么简单的工作你们都干不了？干不了就打辞职报告滚蛋！我还告诉你们，所有的数据必须和之前的一一对上，错一个都不行。叶总，哎，你多给我们2天行吗？叶总，求你了，叶总。叶总，终于让我出头了，整理数据库，终于不用刷厕所了。你是怎么搞的？什么事，董事长？你还不知道吗？现在公司上下都已经收到邮件了，就连全国总部都已经惊动了。现在外面闹的是人心惶惶的，你让我怎么跟大家解释？董事长，我什么邮件？我没收到什么邮件。你自己看看吧。我都找人去调查过了，人家说的打击报复和你之前在乌梁搞的那个什么黑名单，全都是真的。你这么做是在毁掉整个行业的名声，是咱们中介行业的耻辱啊！你走吧，居安公司不留你这样的人。云鹏宇，大鱼这封告知居安公司全体员工书啊，写的是妙笔生花，文采飞扬啊，深刻地揭露了叶知秋这段时间以来对我们任劳任怨的3位优秀员工惨无人道的摧残与敌视，更把叶知秋当初在乌梁中介的不法行为大肆曝光，观者无不感同身受，悲痛欲绝，义愤填膺啊！行了，没你说那么夸张，反正8、9就不离10吧。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这次救我们脱离苦海的多亏了菲菲，要没有菲菲啊，你这个蒋干盗书根本就没戏。这么说你们仨就这么得手了呗？哎，这个是他们主动让我看的啊，不算我们盗取商业机密了吧？算你过关。大鱼，打算接下来干什么呀？接下来，咱们就上赛道。走啊，战术没问题。大鱼还看呐？这之前看了那么多的居安数据，这又花钱买了这么多行业分析报告啊，这能看出什么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回咱们麻烦大了，赶紧叫人开会。又开会啊？开会了！于大师，你闭关了这么久，终于修炼出山了。老夫一观天象，略有所得。就是这少臭贫啊！有什么话赶紧说，我还急着睡觉呢。我呢，打算做一个面向1000万北漂的网上社区。之前不是打算做一个不收中介费的租房网站吗？怎么又做网上社区了？因为他突然间发现，做一个不收费的租房网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愧是老大，一语道破了关键。不收中介费的租房网站听起来很有噱头，
可如果把重点放在租房网站这4个字上面，我们将会面临巨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啊？问题在于盈利模式，因为如果不收中介费的话，将导致我们的网站失去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其他收入需要人气，也就是流量的支撑。可惜，租房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行为，间隔的周期太长。我们的网站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但是粘性不够，因为客户一旦是租到了房子，短期之内就没有必要再次登录。所以说，从理论上来说，网站做得越好，死的也就越快。那做网上社区就能避免这个问题吗？当然能。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早在600年前，中国第一个集餐饮、住宿、社交为一身的北漂社区就已经出现了，那就是永乐年间的芜湖会馆。从那以后，湖广会馆、南海会馆等类似场所越来越多，按照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人群，服务于士绅、官员、学生以及各类人士，也就是古时候的北漂。所以你想要搞一个网上会馆，真棒，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网站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满足那些北漂们的社交需要，比如说满足他们在一个陌生环境下急需要找到组织的这种心理需求。但是北漂的人总共也就1000多万人左右，这个网站做得起来吗？网站做不做起来不看网站的大小，你从数据就可以发现，越大而全的门户网站这2年日渐衰落，反而是一些小而精的小众网站做的是风生水起。所以我就打算做这样精准的专业网站。那这租房跟中介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这1000万的目标用户群里面，租房的人占绝大部分。如果我们向他们提供免中介费的房屋租赁信息的话，你说会不会每一个人、每一个北漂都会注册和登录呢？我明白了，你是想通过这种不收取中介费的租房方式来吸引人气，用社交内容把人气转化成流量，最后想办法用流量来赚钱。你真棒！这1000万的北漂用户群里面，有一半的租房人是年轻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的核心用户群。兴趣社交、金融接待、视频直播、家政服务、职场培训，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们做什么。网站的用户活跃度越高，粘合度就越高，粘合度越高，商业价值就越高。就算不能像虚拟办公室一样解决大城市的问题，但至少也可以让大部分的北漂过得舒服一点，从而实现我们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梦想。我的个乖乖，你这是要曲线救国呀？啊！可是这么说的话，你们不等于还是在跟这些中介公司抢生意啊？这可不叫抢生意，这是跨界的竞争。实话说，我们根本就不提供中介这样的服务，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免费的信息交流平台。那还不是一样？当然不一样了。科技的进步必然会带来行业的改变，各行各业都必须面临转型升级，不能抱着老传统和那些眼前的利益不放。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顺应时代，不然早晚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那这个网站叫什么名字？名字我早就想好。别喊了，腾飞他出去见客户了，和客户吃饭。他们几个在忙着筹备网站呢，喊了他们也不出来。不下来，那我给他们送上去吧。哎呀，你呀就知道惯着他们。来了！哎，知道！确认一下。哎，兄弟慢点，好了，没问题。杨子、周岩，赶紧下来，保卫到了！哇，这么多电脑和服务器啊！大宇，你真舍得？这有什么舍不得的？其实做网站最大的成本并不是这些固定资产，而是人员工资和后期的市场推广。
你们2位壮丁之前为公司省了不少钱，再加上我们之前攒的200多万，够咱们撑一阵。本来你的底气就是建立在剥削我们俩身上，是吧？不公平，我要求提高待遇。没问题，中午加颗卤蛋。这是古有猪扒皮，现有鱼扒皮呀！大鱼，这么多东西，咱搬哪儿啊？先搬船上，等一会儿咱们有正规办公室了再说。还愣着干嘛？赶紧的啊！杨新伟，表现好的话，中午再加入会队员。真的假的？必须的。你搬这个，搬这个，你搬这个留给我。等咱们公司上线了，连续3天，每天鸡腿广告。慢点，别闪着腰。你一个人不行，我就拿那小的。一个人能搬动那么大的吗？这给我，你去搬大的。怎么傻乎乎的？我看他们这个样子，就算是饿了也顾不上吃了，还是待会我给他们送过去。你送了他们也没功夫吃，还是等这个3个疯子忙完了再说吧。要是凉了再给他们热热。你不觉得他们疯起来的样子还蛮可爱的？疯子有什么可爱的？人家都说创业中的男人是最有魅力的，有没有一点点动心？我看啊，是你动心了吧？要不把周岩叫过来聊聊？哎，周岩，我错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哎，难得你今天不加班，还自告奋勇的来陪我采购。最近时间一直都是你和子珊来采买，大鱼他们做网站也空不出来时间，我这当老大的不得表示一下。他们哪是没时间呀，是压根就没操这份心。3个人做网站的确挺困难的。我听说最近大鱼已经开始在外面找人了。他没找你吗？没。是啊，你在公司混得风生水起的，怎么会为了一个没有人做过的网站就跟他从零开始呢？哎，这个于鹏宇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怎么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功利啊？我是嫉妒你好吗？同样是工作3年，你都升了3次职了，我还是个专员。是资深专员，多少人干了3年干不到你这程度？反正还是比不过你。哎，对了，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怎么样才能不动声色地接近一个人，既让他知道你对他好，但又不会太过冒失，显得太有目的性？怎么问起这个啊？是不是喜欢上哪个姑娘了？哪儿啊？还不是因为老葛，老葛想让我趁机接近一下陈呼生，但据我对陈呼生的了解，他这人对主动贴上来的人不太感冒。这样啊，那不难办啊。你有他微信吗？有倒是有，但是直接联系会不会？谁让你给他发微信了？我的意思是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在你的朋友圈里分享一篇比较有深度的文章，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呢，你自己亲自写一篇文章，看似是客观分析，但其实里面举的案例都是针对他们公司的薄弱之处。具体的解决方案呢，你就不要展开，卖个关子。我觉得他只要看到了，我相信有80%的把握，他会来主动找你。反正据我所知，有很多金融圈、保险圈、律师圈的朋友都用这种方法来营销自己，拓展客户。果然是没问错人。等这事成了，指定向老葛给你请货。哎，对了，你说，如果用这招追女生的话，会不会凉？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哎，咱得快点儿，不然给大鱼买的冰淇淋要化了。陈老莅临我司，我司真的是蓬荜生辉。哎，年轻人，还认识我吗？陈老，您怎么在这儿？不是你请我来的吗？给你开个玩笑。对了，
我看了你分享的那篇新经济形势下 IT 服务新需求和新升级的分析报告。好小子，虽然报告没有提玉兰集团一个字，可是通篇都是以玉兰集团为模板的。我没说错吧？为了写这份报告，没少下功夫吧？我的这点小心思还是逃不了您的法眼。我呢，主要是怕太打扰您了，所以……好了，以后再有这种东西，就大大方方的拿到我这儿来，啊！我把你当老朋友，你可不能把我当普通的客户来对待。是，陈老。哎呀，李腾飞啊，李腾飞啊，我果然没看错人呐！之前让你跟陈福生套近乎，你小子还果然做到了啊！你真是我们公司的福星啊！像他这样的大佬都这么给你面子。没有，你放心，等合同一下来啊，我立马给你升职加薪。好好干啊！好，谢谢葛总。哎。老板，人家给谈了这么大一个 case， 搁其他公司怎么着也会给个 SD 吧？我们给个 SM 就是打发了，你让我怎么去跟人家说去？怎么就没法说了？哦，升高级经理就不是升职了？是升职，不过按照以往的惯例，立这么大的功劳，怎么着也得给人家升个总监吧？我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可现在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你别忘了我们这是外企，老板是外国人。你别看公司里现在一个个 Smart、Vincent、Elisa 这么叫着，可在老外的眼里啊，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老外也一样啊。这次总部空降一位把着人事权的 ABC， 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监督我们俩？哎，这跟李腾飞升职有什么关系？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办事儿要锣鼓听音啊！总部这么做，说到底就是为了控制中国人在高级职位上的比例。以前啊，是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啊，让我们这些 local 去替他们卖命。而现在市场开拓的差不多了，他们该摘果了，我们呢也该让位了。你没瞧见大中华区新任命的那些高管们，全是美国人，顶多有2日本人、新加坡人点缀一下，有1个中国人吗？没有。这个节骨眼上，你升李腾飞当总监，他还那么年轻，你这不是等着老外来challenge我们？我知道你们关系好，可是现在我们都快泥菩萨过河了，谁还顾得了他呢？再说了，他今天弄一客户，你给他升一次职，明天再弄一客户，再升一次职。他要老那么能干的话，咱们的位置让给他。不是说升总监吗？哎呀，谁知道啊，连个副总监都没给。哎，他是不是得罪谁了？不知道啊。真是。听说让那个新来的 ABC 给驳回了，老外要降低中方高管的比例。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看不起中国人啊？哎，没辙，外企就这样，看不见的天花板，可不是说说就完了的。我看都不一定，估计是老葛看他太猛，自己心虚了。对。哎，等一下，看见王若雨了吗？嗯，在休息区呢。啊，谢谢。一看你这个表情就知道准没好事儿。说吧，又要干嘛？我要求你帮个忙。帮什么忙？是这样，我们网站初创，没什么经验，尤其是在法务方面。想让我帮忙指点一下？行，没问题，只要我有时间。就这么点事儿，还值得你专门跑一趟来这儿跟我说吗？我是想让你过来帮我们。你是说，让我加入你们公司？嗯。我知道这很冒昧，但是你放心，我就算砸锅卖铁，也不会少发给你1分钱，一定不会治外高。这市场上有那么多法务人员，你为什么非找我呀？因为你业务能力强啊，又便宜，物美价廉，性价比高。最重要的是，
你有别人没有的正义感。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做这个网站真的不是图赚什么大钱，我们只是想开辟一条我们从前没有走过的路。如果这条路开辟通了，受益的不仅仅是我们，更是那些千千万万的北漂和在外流浪的一些打工者。换句话来说，我们把社会责任感看得比利益更加重要。说真的，如果不是志同道合的人，真的很难加入我们。其实子珊都跟我说了，你的梦想是想当一名法律援助律师，帮助那些没有钱请律师的人们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但是我想我们之间并不重合。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为了自己，为了利益，但有些人是为了梦想，为了更崇高的东西。我想我们是一类人。小月，我这人平时不太会求别人，不过为了你，我愿意张一次嘴。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们？我们需要你，真的。哎，你说我都说半天了，口干舌燥的，你不能考虑一下啊？给我1个礼拜，我交接一下工作。是吧？幸福来得太突然。Smart， 什么事？正找您呢。这是什么？你要辞职？老贝，我知道你对这一次的升职有意见，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和文森特2个人的苦衷。说实话，我们俩真有苦衷，真不是我俩不帮你。Smart， 可能我提交辞职的时间不太对，但是请你放心，我绝对不是对您、对公司、对葛总的安排有意见而离开的。这些年我在公司学到了很多东西，季外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那你为什么要走啊？你知道，对于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来说，J外是个多么难得的平台。人家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离谱倒好，大树不要了，选择一棵连灌木都算不上的小草，你到底是为什么呀？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大树带来了阴凉；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大树却遮挡了阳光。我呢，正好是后者。公司里的那些传言，你不用 care。这件事情，我已经向 Global 打了报告，他们那些人就是在瞎胡闹。我不相信那些在国外长大的 ABC 能够真正的了解中国市场，能够真正的了解中国的 game rules。我就相信一点，不依靠本土人才，外企业一样会水土不服。不好意思，这个真的不是我离开的原因。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薪水和职位非常重要，但对我来说，我有更想去追求的东西。我之所以选择离职，完全出于我个人的原因，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希望我们还是朋友。行吧，我尊重你的选择。希望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谢谢。
干嘛一定要辞职啊？就算没升到总监，可是26岁的高级经理已经够让人羡慕的了，就非得一定要走？还是说为了于鹏岳，为了兄弟，你就连……我今天已经跟无数个人解释过无数遍这个问题了。是，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你说的话，搞得现在大家都来问我，就连菲利还旁敲侧击的问，说是不是有大公司挖你？他们找你打听我的消息啊？这有什么奇怪的？咱们俩现在一起合租，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在公司是同事又是好朋友，那问我，哎呀，别打岔。哦，不打岔，不打岔。我现在就让你回答，你为什么一定要辞职？原因很简单，你走了，我一个人上下班没意思，所以就辞职了。你怎么也学得跟于鹏岳一样没正经？开玩笑，帮兄弟只是一方面，我只是觉得，煤炭工人挖再多的矿，也不可能成为煤老板。给别人打工，成就感终究是有限的。那你怎么就能确定于鹏岳的北漂房客网能挖出矿来？万一他们挖的是一个废矿呢？没有煤，也有可能有石油、天然气，甚至是黄金，就看挖矿的人是谁了。你对他们这么有信心？我是对自己有信心。好了，换我问你了，为什么会答应于鹏岳的请求？我也对我自己有信心啊。哎，那有卖冷饮的，想喝什么？我请客。这么豪气啊！真的，我们俩下班一起回来的，他还拿着纸箱子呢。老大，啊，你真辞职了？你真打算过来帮我吗？怎么不欢迎我啊？太欢迎了！让我们如虎添翼！好 ，FB 4兄弟公司，咱们不能少一人吧，对吧？于董事长。什么于董事长？只要你来了，你永远都是老大，董事长的位置就是你的。对啊，你的股份大约还给你留着呢。亲兄弟明算账，既然是一起做生意，咱们就得按做生意的规矩来。至于股份呢，无功不受禄，我也没做出什么贡献，不能拿来钱。你看看你。好，既然呢是这样，那我也说一下 ，FB 公司是正式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那么在公司的章程里，我占80%的股份，这俩臭小子各占10%，但这80%并不都是我的。我有20%用来做期权池，为了引进人才和鼓励那些对公司有重大贡献的员工；另外20%是做融资用的。其实我自己占40%，其他的都是代持。那么我们的网站马上就要上线了，就缺你这样的稀缺人才，所以我打算从期权池里面拿出一半来作为你出任 CEO 的回报。老大，你觉得如何？10%。期权4年，1年之后开始行权。那价格呢？公司初创免费送你。不行，这不太合适。老大，就当是回报您当年对我们的赠饭之恩。老大，你就别犹豫了，这些都是你应该得的。要是没有你，也没有我们今天。就是啊，老大别想了，加入我们吧。那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兄弟齐心，未来都是我们的。看了哪个？看那个那个。确实看上了一个，等会儿我就跟他说去。告诉我是谁。哎，周远，有件事情我跟你说，子珊她。吃饭喽！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吃人肉解决不了的。等我说句，我这睡。强子，等会儿再吃，你听我说完，听我说完。听大伟把话说了，这个
为了庆祝咱们北漂访客网今天正式上线试运营，同时迎接我们公司的 CEO 李腾飞先生和我们的行政法务总监王若愚女士第一天上班，我准备为大家颁发3项福利。哦，我来的正是时候啊！中午加根火腿肠，晚上加2个鸡蛋，以后每天鸡腿管够。抠啊！杨子，你能不能有点出息？第一项福利，每年为大家免费做1次体检。大宇，你终于开始关心我们人民群众了。我跟你说，我最近加班加的我都胃溃疡啊！你那个是胃溃羊肉，你待会儿多吃点。第2项福利，就是为在座的每一位员工额外上一份商业医疗保险。这个好啊！还有第3项，听着呀，这第3项福利就是为在座的每一位员工的父母也额外上一份商业医疗保险。大宇，这么多项保险，得花不少钱吧？钱不钱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让员工们安心的工作。说真的，在座除了杨子，咱们可都是北漂，将来进公司的大部分的员工也都是北漂。出门在外的，父母又不在身边，咱们做儿女的也没有办法好好照顾父母。说真的，公司为他们上一份额外的医疗保险，将来真有什么事儿，也算是一个强有力的保障，对吧？这样的话，员工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小雨，麻烦你收集大家的父母资料，包括子珊的。没问题。怎么还有我的？当然有你的啦，你可是我们的后勤部长荣誉员工，没准儿还是我们联合创始人的家属呢。好了，第1件事说完了，我现在说第2件事。虽然咱们的网站呢才刚刚开始试运营，但是说实话，我们只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1步，离成功还遥不可及。就连活着这么最低的标准，我们都达不到。我们现在的用户只是几个屈指可数的注册用户，而且我们的内容也不够丰富。是的，说实话，就连我们主打的免中介费的房屋租赁信息都没几条。这3个问题，可真是相辅相成。没有房源信息，就没有办法吸引客户；没有好的内容，就没有办法增加客户的粘度；没有客户，没有客户粘度，就没有流量。没有流量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毫无意义。大宇，你还是快点说吧。所以呢？所以，我打算做1次线下推广活动，一方面收集房源，另一方面扩大我们网站的影响力，而且要把我们的免中介费租房的口号喊起来。至于内容这一块，我觉得根本不着急，等人数上来了再做，是不是老大？我同意大宇的想法，不但可以增加网站的人气，也可以借这个时期来测试一下服务器的承受能力。但是大家记得啊，在推广过程中一定要积极征询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于在正式运营的时候可以细节优化。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就对不起，音乐组累跑了，还是请于总发布任务。哎呀，哪那么多事儿啊？大家都没有问题吧？没问题的话，明天分工行动。来，我提议，为了我们即将美好的未来，干杯！干杯！干杯！对了，你给我的员工父母投保信息里面好像没有你的呀，你别光顾别人，把自己的给忘了。哦，我爸他有自己的保险，咱就不用管他了。你爸买的是你爸买的，公司给买的是公司给买的，两码事儿啊！回头把信息给我。嗯。呀，这有门禁啊，咱怎么进去啊？你也不看看我是谁，有什么能难倒我？来。哟，大姐出去啊？哎，对对。啊，慢点啊。嗯，好。不认识别看。站住！呀，你们俩是住这儿吗？哦，大妈，您不认识我了？我忘了，小高，高培富啊！高培富，别跟我套近乎。你什么这个富那个富的，我根本就没见过你们。看，
啊，这大妈长得年轻，还火眼金睛。您说对了，我们还真不是这小区的。那你们来干嘛？工作。工作？鬼鬼祟祟的。这包里装的什么？又是那骗人的小广告吧？不是就是宣传单、宣传资料。你说的好听哦，就你们这些贴小广告的啊，把那传单塞得哪哪都是。你们之前把我们这小区糟践到什么程度啊？合着我们刚治理好，你们又来了是吧？我们还真不是这小区的。那你们来干嘛？工作。工作？鬼鬼祟祟的。这包里装的什么？又是那骗人的小广告吧？不是就是宣传单、宣传资料。你说的好听哦，就你们这些贴小广告的啊，把那传单塞得哪哪都是。你们之前把我们这小区糟践到什么程度啊？合着我们刚治理好，你们又来了是吧？走，不是，这不花厅，你们走。阿姨，您别激动，我们不是贴小广告的。你甭跟我说那个啊，你赶紧给我出去。阿姨，您误会了，我们是来推广网站的。网站？嗯，什么网站？就是一个帮助大家租房子的网站。阿姨，您家有房子要出租吗？你问这干嘛呀？阿姨，您租房子是不是得通过中介？是啊。那中介是不是得收您中介费和服务费？可不嘛，那个得是1个月的房租钱呐。是呀，我们这个网站呢，就是帮助房东跟房客进行一个公平交易的平台，这样就是为了您省钱。你说咱老百姓过日子，这能省下钱不比什么都强？你看看，哎，这个说的倒在理儿啊。你说那1个月房钱得好几千呢，你要碰上租1年的那个呢，他搬走了，一会儿另一家搬进来了，你还得交中介费。你说这7、8年下来也得好几万呢。可不是嘛，我想想我这都心疼。哎，那要是不通过中介，那哪儿找那么合适的房客去呀？找着了，阿姨，您找着了。您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北漂房客网。只要您回头把您家的房源信息往上一登录，人家租房子的自然会给您打电话，你们直接对接，自己签合同，我们不收1分中介费，1分都不收。您看看，了解一下。哦，还得签合同啊？啊，哟，那合同我也弄不清楚啊。哎呀，阿姨不麻烦的，您在网上看到那个有范本，您照着那一填，一点都不难。对，那感情好。哎，那我问问你们哈。那怎么才能把我们家那房子那个信息放到你们那网站上？所以说我们来干嘛来了？我们就是怕像您这样的大妈看不懂网络，不了解网络，所以我们才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挨家挨户的去科普，去传授这个知识，是吧？行了，大妈您先看着啊，里面好多资料呢，然后我们先进去，先。哎，那也不能进。嗨，谁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哦，不交那中介费，我就不信。天下有那么掉馅饼的好事儿啊！阿姨，您就相信我们吧，你赶紧走，我们找着多周正啊！我们找的小鱼，哎呦，这不是小鱼吗？哎呦，你灭绝师太，张阿姨，您穿成这样我还有点不太适应。您搬这儿来了？搬这儿来了。哇，你身体怎么样啊？还弄好吗？好多了。这么好了，我还能跳舞了。张阿姨呀，哎，你认识这小伙子？哎呀，岂止是认识啊，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说起的救命恩人。要不是我那房子拆迁呐，我可舍不得让他走啊。哎呦喂，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孩子，哎，阿姨。你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啊！哎呀，应该做的，阿姨，应该做。就冲你这人品啊，阿姨相信你。哎，谢谢阿姨，相信他。哎，小鱼呀，啊，你们今天是来干什么来了？哦，我们就是过来推销我们的网站来了。对，什么网站呢？啊，他张阿姨就是说啊，把咱们的房子的信息呢放到他们那网站上，他们替咱们出租，就不经过那中介了，还不交中介费。那不是太好了！我们那舞蹈队呀，有好几个老姐们儿，正好要往外租房子呢，不找中介了，就找你们了。
谱了，你就相信我，阿姨。走，我现在就带你见见他们去。那我能进小区了？当然能，是吧？谢谢阿姨啊。后面这个没有，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哎呦，我哪有那福气？也不知道周爷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呀，对于跟人打交道的事情一点都不擅长。你放心吧，杨子在呢。就是不知道王若雨发传单是什么样的。他跟大宇在一块儿，你就不用担心了。也是，找房屋中介了解一下。哎，你说这个话，该不会吃醋了吧？我吃哪门子醋啊？他们俩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就只是朋友？当然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王若雨好像和其他女生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比别人漂亮，比别人气质好呗。我是说，和她接触起来好像是总是有一些抗拒。你也察觉到了？对。其实吧，若雨她这里有点问题。今天多亏了张阿姨帮忙，给咱介绍那么多房东。哎，真没想到你还是她的救命恩人。那是，这叫做好人有好报。现在知道我是那种人了吧？说你胖，你还喘上了。谁叫你之前居心叵测怀疑我的？今天累了吧？累倒是不累，就是说了一天话有点渴。在这等着啊，买瓶水去。闪开！他有心脏病？胡说什么呢？是什么心脏病？我是说，他有那么一点心理障碍。这样啊，他之前是受过什么创伤吗？这我可不能告诉你，这都是我们若雨的隐私，我怎么能跟你说呢？那就是有了。你放心，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复修过心理学，尤其是创伤治疗这一块。其实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帮帮他呢。那我也不能跟你说，我答应过若雨，不能告诉任何人的。你放心，我也只是出于朋友的角度，想帮帮他。那行吧。其实吧，这件事儿，我也特别想要帮助若雨。若雨她，就是一直都有一个心结。什么心结？所以她拒绝恋爱，拒绝婚姻，也拒绝和一切异性发生超越友谊的情感。这是为什么？这就说来话长了，反正啊，都是因为那个老男人。能不能别缠着我了？我不想见到你。闪开！干嘛呢？干嘛呢？远点儿，远点儿，听着没有？别怕，有我呢。小孙，怎么哪都有你啊？啊，走走走，这没你的事，赶紧走。我警告你们啊，离他远点儿，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臭小子，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跟你没关系。拿着砖头很厉害是吧？我们这有仨人，砖头再硬，砸几个脑袋啊？我管你几个脑袋，谁第一个上，我直接让他躺下。小雨，报警！报警！小雨，赶紧报！我倒要看看警察来了管不管我的家务事。还你的家务事？你别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哎，嘴巴还不干不净的了。你们俩给我上！这件事儿还有谁知道？除了我，也就只有你了。若雨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过。其实那个人你也见过的。你还记得你们刚开始工作那会儿，你第一次送若雨回家吗？
他是谁啊？哦，一个问路的，走吧。是他呀？那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着，臭小子，现在知道谁厉害了吧？啊，谁厉害？你不就仗着人多吗你？有本事单挑！起来，都给我起来！这事儿跟他没关系，有什么话咱俩单说。好，单说。单说什么呀，小雨？你疯了吗你？啊，你这么年轻，你能不能不要自暴自弃？你要是有困难的话，你跟我说，我帮你。你看看他这样，他这岁数都当你爸了。什么叫快能当他爸了？我就是他爸爸。你这，你是说，王若雨的妈妈是因为她爸爸才去世的？可以这么说吧。若雨那个时候也就只有5岁。听说，刚结婚那会儿，他爸对他妈可好了，周围人可羡慕他妈妈了。可是好景不长，结婚以后没多久啊，他爸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晚上，他爸都喝得酩酊大醉才回来，而且还耍酒疯。每天回来拉上这脸干什么啊？我挣那么多钱给你有什么不满啊？拉上这脸，天天拉上这个脸。他妈妈本来身子骨就弱，每天要上班，还要照顾若雨，还要照顾他爸，时间一长，身体自然就吃不消了。一回，你妈怎么了？哎，你妈怎么了？后来发现他妈妈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医生赶到的时候，人就已经不行了。他妈妈去世以后，他爸就把若雨寄养在亲戚家，然后一个人到外地去做生意。这一走啊，就是10多年，期间对若雨也是不管不顾的。若雨自那以后，再没管过他叫爸爸。好危险的啊！若雨乖，若雨不哭爸爸会好吗？回来的。嗯。再后来呢，他爸功成名就又回来找他了，但是若雨始终都不肯原谅他爸。小时候的事情对他伤害太大了，他就一直都觉得男人结婚前、结婚后，甚至追到手和没追到手，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她才会担心嫁给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于是不再相信爱情和婚姻，只和男生保持普通朋友的关系。其实我都已经劝过他好多回了，但是他始终坚信，只要他再前进一步，就一定会受到伤害。他那层看似坚毅的外壳，都是因为小时候寄人篱下，为了保护自己，硬伪装出来的。这样。最近跟这小子走得挺近啊，我都看见他好几回了。人不错，就是笨点儿。笨点儿也好，笨点儿知道一心一意的疼人。瞧刚才那架势，真的是打算为你拼命啊！就没打算更进一步吗？如果你今天来是找我说这个的，对不起啊，让您失望了。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我这辈子都不会结婚谈恋爱的。我知道你恨我，不愿意认我，我都没意见啊。不过也没有必要因为我就耽误自己的青春，是不是？我对不起你的妈妈，更对不起你。不过爸爸以前努力的工作，拼命的挣钱，也不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你，还有我们这个家啊。没有妈妈，
没有爸爸，哪儿来的家呀？爸爸就剩你这么一个女儿了，可不可以爸爸一个机会，让我为你做些补偿？我妈躺在地上的时候，你给过她机会吗？你把我寄养在别人家的时候，你给过我机会吗？你凭什么要求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不是爸爸不好。哎，小雨，这些钱你拿着啊，不够花了跟爸爸说，就当是这些年爸爸给你的补偿。你还是没变，哈？小云。啊。对不起啊，我之前还以为你被人家……我警告你，如果你要敢把今天的事说出去，我就揍死我，使劲揍我！你跟你爸在车里聊什么呢？不该问能不能别问？好嘞。刚才谢谢你啊。这有什么好谢的呀？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不过，我感觉你肯定跟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儿。算了，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吧。那个，不过将来你有需要找倾听者的话，你就找我，我是那个最好的选择。你就找我就行。我挺厉害的，我跟你说我。哎，廖回来了，回来了。啊，大云，你怎么身上脏兮兮的？你俩干嘛去了？啊？我就摔了一下。对，那边修路他就摔了一下。对，哎，今天成绩怎么样了？这不是有老大在吗？你们还不放心？不仅原定的任务全部完成，还超过了20%呢。棒棒的。哎，你们呢？计划翻番。怎么做到的？还不是有这个活宝在。可以啊，你们俩。大云，给我传授经验，告诉我怎么做的。还记得那个灭绝师太吗？边走我边跟你聊。快上！家里有什么房子的话，你可以随时挂在上面，比这中间省钱多了。过来看，中间是免中介费的，有事随时打着你们的电话啊。凭什么你们都是什么电脑大神、小帅哥、写字楼之花啊？到我这儿就得大妈之友，凭什么呀？谁写的？谁写的？我写的。别打，别打！
编的好看点啊，漂亮点的。是谁让你搞定大妈最多呢？对不对？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大妈心中的良师益友，多少大妈见你高兴得不得了，好多大爷都嫉妒你。我揭发啊，杨新伟利用职务之便，让大爷给他介绍对象。没。哎，行了，说个正事儿吧。这1个月的结果怎么样？周岩，上数据。哦，这个月咱们的注册量呢，比上个月增加了979%，相当于翻了近10倍。其中房东增加了273人，新增房源信息285条，房客1201人，达成协议133份。总的来说呢，发展势头良好，网站运营基本平稳，目前尚未接到有效投诉。大家都听到了啊，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网站初见成果，但是还会面临一些问题。老大，你来说吧。好，我们面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房源太少，房源太少呢，就会导致租客也少，租客一少，房源又会少，这样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其次呢，就是用户的使用习惯还没有培养成，大多数用户上去就是为了租房，用完就走，所以没形成很强的粘性。从它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总体来说呢，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用户量太少，并且没有有效的互动。而且据我分析啊，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那这样看来，咱们的速度还是不够快啊。如果接着这样下去，咱们的用户流失量很快就会高于新用户注册量。但是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对不对，主演？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咱们得想个办法。我们再好好想一想。这个妈，哎妈，哎，你看这边啊，男性用户量和女性用户量，哎，你看这个区域，的确是女性大妈。哎妈，臭小子，1个星期都不给家里来个电话，现在翅膀硬了，就可以不理爸妈了？妈，我这不最近忙着呢吗？少找借口！我就不信，连个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说吧，那事到底怎么办？啊，什么事儿啊？当然是让你去相亲的事儿啊。别人家的孩子一听说父母帮着介绍对象，恨不得立马就跑过去见一面。你可倒好，随随便便就把我们打发了。这别人家的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从小到大我就烦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哪儿都有他的事儿啊？再说了，人家不都说孩子是自己家的好，媳妇是别人家的好？你还有脸提媳妇儿？当初太真是怎么对你的啊？你可倒好，现在人家爸爸已经成了副市长了，咱们怎么去跟人家攀交情啊？早就跟你说了，让你跟这些好孩子多接触，可你就是不听。我就问你，那相亲你到底去还是不去？我不去。你，哎呦，我真是跟你没法说了。老头子，啊，过来，你跟他说，不是，这跟我没关系啊。你是他爸，哎，别废话，过来。哎，儿子。哎，爸，你说我妈这干嘛呀？你妈说的对呀。哎呀，不是让你跟你说这些，放狠话会不会往死里放？于鹏岳，你给我听好了，这个女孩子是你的妈妈千辛万苦费了9牛2虎之力托人介绍的，而且她姑姑的外甥还是市工商局的副局长。你要是不去，那就别进这个家门了啊！进一次打断你的腿啊，回来一次打你一次，打到你听话为止。说话算话。你妈说了，她说话算话，听懂了吧？听懂我挂了。哎，这就挂了？这是说完了？我觉得这已经够狠了吧？
于凤月，站！鬼鬼祟祟盯了你半天了啊！这小西裤、小皮鞋啊，小手表带的啊，你干什么去呀？啊，还喷香水儿？干嘛去啊？相亲去啊？嘘！真相亲去啊？闭嘴！给我100块钱，我当没看见你。周岩，大哥，快点下来！大鱼相亲去，快点过来看看，过来看看，放开我，相亲去。相亲啊！大鱼，什么样的姑娘啊？真的。相亲啊？他要相亲去。啊！大鱼，是真的。大鱼，给大家说说啊，什么样的姑娘？什么样的姑娘？我这还没见着呢。整的你还挺不乐意似的。你要不愿意去，我帮你去啊，我帮你鉴定鉴定你。但是这个吃喝玩乐的钱你得给我报销了，回来我肯定给你出一个3000字的报告，无论从外貌、性格、谈吐、气质啊，是否有狐臭、脚臭、遗传病，我通通给你调查一底儿掉，然后满意了你再去，你看怎么样？闲的你，这么八卦，有这功夫好好琢磨下咱们项目，真是。大鱼，加油，加油啊！哎，老规矩啊！咱开个柱啊！周岩，从你开始，压哪边？一波拉条，大鱼肯定可以。子珊，我跟周岩一方。大哥呢？10包。压哪边？当然是大鱼携美而归啊！小雨，你呢？你好，请问是庄文静小姐吗？哦，于鹏月是吧？啊，是我。啊，请坐。不好意思啊，久等了。没关系。你好，请问2位喝点什么？来，女士优先。那我要一杯白开水就行。啊，不用客气，我买单。那我要一个现磨的蓝参咖啡，一个四季果盘，一个干果拼盘，一个黑森林蛋糕，再加一个华夫饼。哦，对，要巧克力味的。啊，不好意思啊，有点失态了。没事。那先生要点什么？哦，我这个人口味比较清淡，给我来一杯白开水，谢谢。好的，请稍等。今天天气不错啊。今天天气还行吧，就是雾霾有点严重，特别伤皮肤。没有，我觉得你皮肤挺好的。是吗？你也看出来了？那你看看。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那是因为我用了一种产品，叫雷萨克斯的美容产品，它是专门针对这种雾霾天气，可以抵御外在的污染对皮肤的侵害，尤其是东亚地区。这个物质里含有一种叫吹牛佩利体的矿物质，特别适合亚洲人的肤质啊。这吹牛皮？什么吹牛皮啊？是吹牛佩利体。这个是一种由美国犹太科学家 Sabrina 博士研发出来的一种抗氧化物质，它可以针对皮肤有个自我修复的功能，同时还能改善肤质，然后让女人时刻保持青春美丽。听起来不错啊，这个产品。那个什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不用，人家都跟我说过了，于鹏月嘛。人如其名，出身草根，背景平凡，北漂一族，没房没车，
做一点小生意没什么存款。哎，像你这样的男人，确实不适合找到好的女人。我哪样的男生？庄小姐，我好像看起来没那么差吧？啊，那是你自己认为。我跟你讲，现在的女生都特别现实，她们一见面上来就会问你的房子多大面积啊，车是不是 BBA 呀？BBA？ 这你都不知道？奔驰、宝马、奥迪呀。如果遇到那种委婉点的，就会问你们家车库多少钱啊？停车费多少钱一个月呀？你看，一下就暴露了。没房没车的人怎么可能去关注停车库和停车费的事情？今天你就是遇到我，换做是其他女生的话，早就找借口说自己有事情开溜了。我得谢谢你啊。等一下。你好，你们的菜上齐了。好，谢谢啊。谢谢，请慢用。哎，吃，别客气，别客气。好吃好吃，你也吃点。你来。我尝一口吧。哎呀，你这个大鱼怎么还不来呀？我们等他这么久了。别着急呀，这陌生男女第一次见面，要是瞧对眼了，那且得聊一阵儿。哦，那这么说的话，大鱼这次可能会成哦。不知道，一会儿问问他。你就不关心你未来男朋友的经济条件？也不是不关心，是我有信心能够帮他扭转过来。你知道吗？每一个遇到我的人，他的人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贫穷的变得富贵，自卑的变得自信，含蓄的变得张扬，郁郁的变得开朗。你是搞传教的还是搞投资的？我先声明啊，我这个人可从不入什么邪教。什么邪教呀？这是一个人生非常为之努力奋斗的事业。你听说过美国利安吗？我们就是要打造中国的利安，把我们的产品雷萨克斯推向全世界。真好。不过咱俩是不是来相亲的？对，你是来相亲的。不过你想想，你一个一无所有的青年，你靠那点收入能获得女生青睐吗？啊，能配得上我吗？不过不要紧，我会给每一个我所欣赏的人一个机会，一个翻天覆地、推翻旧我、绝处重生的机会。机会我已经给你了啊，能不能把握就看你的悟性了。抽烟吗？不抽。喝酒吗？偶尔喝。打牌吗？带刺激的那种？不打。那你家有电脑吗？有。这就得了。你与其花钱买电脑，把时间浪费在上网上，你不如把这笔钱拿出来做一份事业，给自己一个新生的机会。只要2999就可以买套我们雷萨克斯的这个产品的套盒，然后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共同创造我们自己的事业。今天我把产品都给你带来了。这都几点了？别等他了，咱们先吃吧。再等会儿吧，都等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差这一会儿。哦，对，再等会儿。这个是720度保湿深层磨砂洁面乳，哎，这款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富含 Trinupility 这几款。哎，你有没有听我在说啊？哎，你有没有在听啊？有听，太神奇了，太神奇了！这个套盒原价3999，今天2999，看在介绍人的份上，你就拿走。你说，你的人生遇到我，是不是一次重大的转折？转了。哎，庄小姐，
你说我买这么一套的话，他们给你多少钱提成啊？什么提成啊，多难提呢？那叫事业推广费。我看咱俩也挺有缘分的哈，我就给你多念叨几句。每卖出一个套盒，你就发展了一个客户；你每发展3个客户，你的级别就会向上升1级。你的客户如果再向下发展3个客户，你的级别又会向上升1级。然后每一个级别他拿的事业推广费都不一样，最低呢是6%，最高18%呢。哎呦，这么多呀！啊，那看您这架势，怎么着不也得是个皇冠经理？哟，懂行啊！不过我现在就是翡翠经理，不过没有关系，只要你的加入，我就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钻石经理中的一员。怎么样？现金还是刷卡啊？哎，支付宝也可以的。然后我这不太支持。行了，庄小姐，如果咱们俩是来相亲的，就别提什么雷萨克斯、吹牛逼类的之类的。如果你是拉人头搞下线的，那我奉劝你，咱俩还是别聊了，我还有事呢，跟我哥们吃饭啊，咱们俩改天再说。哎，是我没发现啊，我本来觉得你这人还不错，挺符合我的眼缘的啊。这深入一了解，才发现你竟然是这样的一种人，思想固化迂腐，不肯接受新鲜事物，也没有理财技巧和商业头脑，更没有做出一番大事业的壮志雄心。你这样的人就不配拥有我这样的女朋友，注定做一辈子的 loser。谢谢庄小姐的虚心指教，我一定痛改前非，努力研究您这种全世界最前沿的商业模式，还有超前科技，好好学习你们的吹牛技术，绝对不给祖国人民拖后腿。为了表达我能够接受你这种全新的事物、商业模式和理财技巧，我决定呢，用这种国际上最流行的结账方式 AA 制啊，谁点的谁买单。我告辞。哎，不是，你说你请客的呀？你这么多，多贵呀！来，我给你们讲个段子啊。要说这相亲啊，还真不一定是2个陌生男女。就拿我来说吧，我第一次相亲是我爸带着我去的，当时那场面那叫一个尴尬。你们猜我这相亲对象是谁？谁呀？是我小学的一个女同学。杨子，小学你就早恋，那忒早了吧你？我早熟不行啊。当时那场面那叫一个尴尬呀！这女孩带着她爸去的，我这一眼就认出她爸来了。哎呦，当时啊，我也不好意思说话呀。他爸跟我说话我就说话，他给我夹菜我就吃，他冲我笑我就嘿嘿嘿的笑。他爸当时就觉得，这小伙子不错，稳重啊，不爱说话。我当时心想了，叔啊，不是当初你拿着条子疙瘩追着我满操场跑的时候了，还信誓旦旦的说啊，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灭绝了，我也不会让我女儿跟你谈恋爱的。现在怎么着？乖乖的把女儿给我送回来了。乖乖的把谁送回来了？哟，大鱼，你可回来了啊！快说说怎么样了？快跟我说说啊，长得漂亮，我大姐。哎，我大姐，给她说说。怎么样？快说说。哪有那么多高分美女啊？哎，你们照照镜看看你这八卦是样了啊！让你们失望了，崩了。怎么会谈崩了呢？我跟你说啊，那女的就是一个被传销洗脑的偏执女青年，非逼着我买什么价值2999的叫什么蕴含了吹牛 Plate 的什么元素的护肤套餐。哎，你知道那东西吗？是不是那个 Sabrina 博士研究那个吹牛 Plate 的精华？哎，就那东西，你怎么知道啊？杨子，你认识那姑娘？我怎么能认识这样的姑娘呢？是我大爷，他当时被别人忽悠买过那么一套，还送了好多什么红皮、绿皮、小紫皮的，天天就说我要创业了，我要上市了，以后我要纳斯达克了啊，就跟神经病似的。哎，那女的跟他一模一样，一副不把我拉下水誓不罢休的样子。那后来呢？哪还有后来？我这不就坐在这儿了吗？我再坐在那儿，非被那女的吃破产了不行。哎呀，真没劲你，丁彩。就是。你觉得有劲？愿赌服输啊！回去把该叫的给我叫出来。不过话说回来，我这一路上在想，这女的说的话不无道理，还真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你不是吧，大鱼？你不会真的被那个女的给洗脑了，想把我们几个都发展成你的下线吧？我是那种能轻易被别人洗脑的人吗？
我只是受他的启发，突然间想到一个宣传咱们公司的好方法。什么办法？对啊，先点菜，然后再说。服务员。通常来讲，所有的传销模式不过只是庞氏骗局的变体，靠拉人头来赚钱。拉的人头越多，理论上挣的钱也就越多。但是人头数量终究有限，资金链早晚会有一天撑不住而断掉，而上面的人则会拿钱跑掉，下面的人则会全盘结束。比如某臭名昭著的阳光工程，如果按照他们的算法，第21个月全球70亿人将会成为千万富翁，可能吗？再拉人的话，只能是外星人。这我们都知道，所以你从这个中得到什么启发了吗？我打算做一个逆向推广，怎么逆向？反其道而行之。这么说吧，咱们组织一个活动，每拉一个人注册北漂房客网，那么这个拉人者就会成为新注册用户的上限。我准备抽取20个幸运儿，比如第1万、2万、3万，第20万个有效注册用户，每个人将会获得5000元的奖金，而这个人的上限则会获得2500元的奖金，上线的上限则会获得1250元的奖金，以此类推，越早注册，拉的人头数量越多，那么中奖率也就越大。那得花多少钱啊？根据数学公式计算，总奖金额应该无限趋近于20万。如果真能得到20万的新注册用户的话，那这20万的推广可太值了。行啊，大宇，参加个相亲你都能想出方案来，这要是让你参加个非诚勿扰，你不得把现场变成赢在中国呀？你们觉得行吗？我举双手赞成。挺不错的。既然大家都觉得没问题的话，那咱们赶紧行动起来，趁热打铁，来他个遍地开花！行啊，大宇，参加个相亲你都能想出方案来，这要是让你参加个非诚勿扰，你不得把现场变成赢在中国呀？你们觉得行吗？我举双手赞成。挺不错的。既然大家都觉得没问题的话，那咱们赶紧行动起来，趁热打铁，来他个遍地开花！租房上北漂，北漂幸运注册者将获得现金5000元奖金。哎，你们赶紧注册，赶紧发展下线呀，能中奖呢！哎，老姐妹们，别抢了，别抢了！我也有好消息告诉你们，北漂房客网啊，现在正在搞活动呢。哇，注册这个网站幸运者将获得现金5000元奖金，推荐人可以获得2500块钱奖金。北漂房客网，你看，我都中奖了。赶紧发展下线！哇，你上次想买一批屋不就可以买了？那肯定的呀！记住啊，北漂房客网，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然后让那亲朋好友呢再发给他们7大姑8大姨的，说不定谁呀就在里边中大奖呢。真的没想到啊！刚短短1个星期，咱们的注册量就突破了5万。真的，祝贺你们！但也别高兴太早啊，只是一开始新鲜刺激，我们还得看后期以及未来的用户粘度。老大说的没错，现在的数字并不代表什么，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我们的目标用户，而是冲着钱去的。其实很多事情开始发展的时候速度是挺快的，可是干着干着就变慢了，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考验我们真正实力的时候。哎，我说大鱼，最近你怎么老跟老大一个鼻孔眼出气啊？也没见你们俩吵架，真是有点奇怪了哈。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这叫殊途同归。虽然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但是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所以我们不会吵架。点个双击，么么哒。哎，大宇，那咱们接下来干嘛呀？接下来，我觉得是时候应该接触一些广告商和合作商了。而且你想，我们从酝酿到执行是有一段过程的，越早一天接触，越早一天缓解我们的经济压力。我们之前的投入已经不少了，再加上我们这次的投入的资金，剩下的钱已经非常大劲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这个阶段接触商家还为时尚早。第一，我们的用户量比较少，难以接触到优质的商家；第二，我们的人力比较少，如果分散了精力，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推广工作；第三，
我们用户的粘度比较低，如果这个时候接入广告，很有可能会产生反感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虽然目前来说公司的钱比较吃紧，但我建议这事儿还是再拖一拖。我觉得你多虑了，真的。现在我们的用户虽然不多，但是我们网站的发展速度是有目共睹的。一些重要的客户，我们前期介入并且接触，我觉得是有必要进行的。至于你所说的用户粘度与认同，我们后期做一些市场调研，再做结论也不迟。而且话说回来，我们只是接触而已，又不是马上启动，着急什么呢？在网站的运营初期，人员的调配方向直接影响了网站的运行速度。我不希望因小失大，咱们为了回收利益而影响了网站的发展趋势。就像这火锅一样，只有大火猛烧，才能让这个水滚开。关键时刻釜底抽薪，可能这锅永远也开不了。这怎么能是釜底抽薪呢？这就是发挥余热而已。一边烧开水，哎，一边烤土豆，等水烧开了，土豆也烤熟了，两全其美，没问题。我觉得你这是强词夺理。其实，打住！这刚夸完你们俩不吵架，怎么又吵起来了？怎么玩着玩着还扬沙子了呢？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啊？今天是咱们的庆功宴，刚才这边翻过去了，都忘了啊！我跟你们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对不对？来，我提一个，为了咱们美好的明天，咱们走一个，来，干杯！大鱼，好的，大鱼，来，大鱼，来，干了。哎。干嘛呢？啊？这么晚了不睡？没干嘛，你赶紧睡吧。看什么呢？没看什么？骗鬼呢你！我上网。账上剩这么点钱了，你都不跟我们说？小声点，别让他们听见。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大家说吗？哎呀，就是因为这事儿大，所以我不想让他们操心嘛。你自己担着有什么用啊？你得跟大家说，大家才能帮你想办法呀。这段时间大家已经够累了，我不想让他们再替我扛这些压力。再说我是公司董事长，而且现在已经公司化运营了，我总该扛这些了。放心吧，我有对策。我是谁呀？万事小灵通。哎，千万别跟他们说，不好意思。这些钱是我这2年自己攒下来的，你先拿去用吧。不行，这钱我不能要，我。哎呀，好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推来推去的？等以后公司有钱了再还给我就是了。放心吧，我也会帮你再想想办法的。你坏死了啊！把人家带到这里，你就不怕被你老婆知道了？他出差了，啊不，他又不是我老婆，你担心什么呀？对不对？我告诉你啊，你以后真的就跟着我吧，好不好？啊！坏死了！我有什么？这真是男不坏女。这他妈谁干的？谁干的？谁他妈干的？谁？你爸爸我干的！叶志清，你过来！我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你害的！我今天跟你拼了！我来！别打，让人看到了！怎么着？你还以为你是搞公司呢？以前你仗着你爸爸，把老子像孙子一样呼来喝去的。早就该收拾你了，我早就想收拾你了。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就明明白白告诉你，对，那些事都是我做的。你能有今天，也是我害的。怎么了？你现在打我，打我！起来打我呀！叶知秋，还想爬起来？你做梦吧！我告诉你，高氏集团没了，你爹死了！高氏集团没了，你爹死了！你就是个草包，下次再不长眼，我就废了你！今天这顿打，就当是陪我修车去。叶知秋赢回来。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啊！哎呀，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没想到你高培富也有今天。叶知秋那种小人你都相信，你这叫什么？害人终害己，知道吗？于鹏岳，你别得意，我现在走背运，但我告诉你，瘦死骆驼比马大。行了吧你，别在这嘴硬了啊！你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都什么德行了？咱俩谁是骆驼谁是马呀？我嘴硬。你们公司什么样？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没有钱，早晚都得死。我看你就是头驴，你再有钱也是一个蒙面拉磨不知东南西北的臭驴。瞧你的德行！要不是你爸，你不知道都死多少回了你。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我都替你害臊。于鹏岳，你说我行，你不能说我爸。你有什么权利说我爸？你们都说我爸，我爸怎么了？我爸是我最亲的人了，我爸走了，我都没爸了，你们还说他做错事？行了，差不多得了啊！大老爷们在地上哭什么哭？赶紧起来！你怎么别假惺惺的你？我跟你说，你跟他们叶知秋没什么区别，那都是落井下石、过河拆桥的小人。嘿，高培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谁落井下石啊？谁是小人啊？不是吗？啊，你就说上大学的时候，我仗势欺人，对我是坏人。那你呢？那些缺德事你干少了。我椅子上臭豆腐是你抹的啊？我洗发水你给我换成胶水了，是不是你干的？大半夜的你把我那车，我那4个轮胎给我换了4个9个圈，是不是你干的？是我干的，我承认还不行吗？但是我这人敢做敢当，但我请你不要把我跟叶知秋相提并论，对不对？我可不会干出那些落井下石、过河拆桥的事儿。你少给我提叶知秋，我跟他不共戴天。还有那个陈护生，那个老狐狸。哎，你说说，把你怎么了？跟你说得着吗我？哎，我爸走了之后，高氏集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我那些叔叔伯伯都说我爸欠他们钱，把家里那点值钱的东西全搬走了，还有他们名下的公司也都自作主张的卖给陈护生了。我爸剩下在我爸名下的公司，那家电也都被他们掏光了。3个月啊，我爸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高氏集团，就剩无良中介一家公司了。乌良中介后来不也是被陈护生给收购了吗？本来他们收不了的，谁知道我那大伯二伯背着我爸把公司的股份抵押了，出去赌钱输个精光。哎呦，你看看，公司刚有点好转，那要债的人就来了，天天堵着门问我要钱。我哪有钱呢？那公司哪还有钱啊？我就把股份抵给人家了。后来我才知道，
都是陈虎生提前就计划好的。我爸把他当那么好的朋友，你说，啊？他还假模假式的说留了个犄角旮旯的门店给我，说那是我爸的遗愿。后来我就拼死拼活干呐！我想我得把高氏集团最后这点希望我得保住啊！我很努力的，我天天起早贪黑的，我激励员工。谁知道业绩就不往上走啊！别说盈利了，我连房租都交不起了，就把店关了。今天早上公司老员工跟我说，就这些事儿都是叶知秋捣的鬼。他要把我赶尽杀绝啊！他笼络公司员工一起阴我今儿我找着他，本来我是想揍他，我是想报仇，我是想打他的，我太窝囊了我跟你说呀，对付他们这种人，你不能用蛮力，你得用脑子。用脑子？你有办法对付他们呀？有倒是有，不过君子报仇，10年不晚。10年？我哪等得了10年啊？大宇，要不然你帮帮我，我知道你肯定有主意，你肯定想好了，你帮帮我啊！我错了，我之前我做的那些事儿，我给你道歉行吗？我之后我给你当牛做马，我做什么都行。你帮帮我吗？你就帮帮我，你把我失去的东西帮我夺回来，你帮我捡起我的尊严，行不行？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哎，我给你跪下了，你帮帮我吧！你不行，大宇，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要不起来，我不帮你了啊！你说你高培富，我真的。你自己照照镜看看你自己，就算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了。不过我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公司现在穷的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我怎么帮你啊？你能帮，你肯定能帮。这样，我还有点钱，我都给你。只要你帮我，只要你答应我，我都给你，行吗？不是大宇，你是不是发烧了啊？你怎么开始说胡话了？我现在清醒得很啊。所以你真打算让高培富来咱们公司是吗？他高培富是谁？他是咱们的仇人，他之前怎么对咱们，你不是不知道吧？我跟你说，趁着他现在没有生计，不痛打落水狗，算对得起他的了。杨子说的对，你可怜他，作为同学想帮他一把没什么问题，但是不能因为可怜他就让他加入我们公司，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吧。再说，高培富能帮上什么忙啊？你让他进来，是不是还有别的考虑啊？对，我也觉得大宇肯定有他自己的考量啊。还是你们两个最了解我。你们说说看，公司现在最缺什么？最缺的是知名度，没有知名度就没有流量，没有流量就没有一切。归根结底一点呢？我们现在最缺的是钱。这不就完了？所以说高培富打算给咱们投资是吗？不多，50万。老爷子给留下的所有家底儿，全部投咱公司上。50万，那他打算占多少股份？1分不给，未来不参与公司任何决策。那他不会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吧？没有阴谋，但是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在适当的时候，帮他找回他失去的东西。什么东西啊？尊严。这算哪门子条件啊？要我说呀，咱们就干脆把这钱收了，反正最后决定权在咱们这儿。哎，那也不行，他这条件太宽泛、太模糊了，将来一旦发生纠纷的话，会让公司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模糊的话我们可以细化，现在我们都快揭不开锅了，还想将来？那也不能急功近利，饮鸩止渴。老大，我急功近利，我饮鸩止渴。公司现在账面上有多少钱，你也不是不知道。咱们炒了那么多回家，不都是因为资金问题吗？这不行，那不行，那行，你想个办法，你来解决。实在不行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你别吵了，别吵了。我觉得于鹏月说的有点道理，当然了，你的担心也有道理。要不这样吧，我先起草一份投资协议，在确保咱们公司利益的前提下，明确双方的权利跟义务。至于那个条件，我就先不写进去。那如果高培富看了还是愿意签这个协议，那我觉得咱们没有什么必要值得担心的，对吧？腾飞，你觉得呢？我觉得挺好。老大呢？老大觉得怎么样？老大要是不说话的话，我就当你同意了。老大同意，这事就这么定了。反正高培富呢，说实话也是咱同学一场啊，没那么大深仇大恨，人家也道歉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再说了，我叫高培富过来也不是图他那50万，我是看他身上确实有特长。他除了吃喝玩乐还能有什么特长？哎，谁说吃喝玩乐，他就不是特长？炸薯条的土豆应该用下锅地，肉质细嫩没膻味儿，上好宁夏滩羊。你们这根本不是原形牛排啊，有芝麻的浓香。来，自己看看这纹路，横七竖八的什么都有，这分明就是几块肉饼拼在一块儿的。用鸡丝代替了里脊丝，降低了成本，口感也不错。还有这红酒我就不想说了，西班牙拉曼恰产区的地摊货，顶多10欧一瓶，你们愣当是法国 AOC 产品来。还有良心的，这家店啊，最多2分。这家店7分，这家店9分，真是绝了！我之前不明白大鱼为什么要把高培富招进公司，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在吃喝玩乐方面，他就是个天才，我算是个吃货了吧？跟他一比，我就是一小儿科。现在知道什么叫天生我材必有用了吧？知道了。同志们，咱们的人形饕餮高衙内的栏目一出，每一期的播放量与好评率节节攀升。现在有不少的商家已经愿意出钱请我们去试吃了。之前虽然投了点钱，但是我估计很快我们就能回本，并且有盈余。自从高培富加盟了美食板块，咱们的用户日活度比之前高了将近3倍。尤其是讲四川火锅那期，关注度首次超过了租房板块。知道为什么吗？这说明我们的用户粘度在增加。跟你说，像高培富这样的意见领袖，一定要再多加几个，互动内容也要丰富起来。哎，老大，你有什么想法？啊，既然你都想好了，那我做执行就好了。哎，我怎么没看见小雨啊？小雨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去见山石科技的罗总，谈什么广告投放的事。谁跟他一起去的？他自己啊，一个人。什么？王小姐，快来请，进来。来，坐这，坐这。快请坐，快请坐。哎呀，王小姐，我说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呢？我们李总正在路上，他就是有点事情耽误了，让我先过来，应该很快就到了。啊，是这样。哎，喝点水不？啊，不用了。罗总，这是上次按照您的意见修改的方案，您看一眼。啊，你们公司这文案呢，其实我看了，写的倒还可以，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有一些小遗憾。您说？你看啊，你们北漂房客网跟其他网站比较起来，也没多大区别，啊？怎么会没有区别呢？这个方案上专门列出了我们网站用户的特征，在我们北漂房客网上投放广告，绝对比你在其他网站上投放更能直面目标消费者。可是，你们公司这个网站呢，局限太小，气魄不够，没有气吞全国的气势。再说了，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面向全国销售的。罗总，这个您就多虑了。我们北漂房客网靠的就是市场细分，全国的市场它看似很大，但它也有很多陷阱啊。专精一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也能让我们做到最好最精。就拿您的产品来说，那您肯定希望它能卖到全国呀。
可是现在您先说睡觉，他只在一个城市，那就算其他时间他看到了，他想要买他也买不到。罗总，那到时候您一定成为我们这个行业的领头羊，可千万不要忘了拉我们这些老朋友一把。哎呦，你呀，王小姐，你呀太聪明了，太会说话了。哪有？行，那这事儿我再考虑考虑。那行，那您就再考虑一下。确实是这样的，做生意嘛，肯定要方方面面都考虑到。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您什么时候考虑好了，给我打个电话就行。别着急走，再坐会儿。那哪好意思啊，您这么忙。再忙也不能冷落大美女啊。这个合同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也不是不能签啊，不过什么？不过就看王小姐有没有那个诚意了。我明白您说的诚意了，不过这几天我不是很方便，要不这样吧，下周怎么样？时间地点到时候我发您。哎呦，好啊，你真是太棒了，太聪明了。那行吧，就这样吧，也不打扰您了，咱下周见。好，王小姐，只要你我二人携起手来，一定能传来一段佳话。罗总，您过奖了，有什么事呢？咱下周再说，好吧？喂，小王啊，我是罗总啊。你们那个合同啊，我看过了，没问题。明天下午2点，你到江南酒店1122房间来找我签字盖章啊。来啦！啊，你什么你呀？赶紧把我带上。罗夫人，还是我来帮您带吧。啊？罗夫人，这项链可真配您。算这死老鬼还有点良心，记得给我买生日礼物。王小姐，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啊！罗夫人，您太客气了。您是不知道，罗总为了要给您挑一个满意的礼物，这把身边能问的朋友都问了个遍。结果正好呢，我有一个朋友是做珠宝生意的，这罗总就托我说给您买这条项链，听说还是意大利名家设计的。罗总就说一定得给您一个生日惊喜，是吧，罗总？是，惊喜啊，惊喜！这不这些年也没给他买过什么礼物，补偿。你看这罗总对您多好呀！我就听说这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罗总从当年白手起家到现在，这不用说，背后一定有您的功劳。您就是那个了不起的女人。王小姐，你真的是太会说话了。可惜呀，可惜我都人老珠黄了，也不知道这死老鬼背后还有没有其他女人。没有，就你一个。那怎么前几年你不记得我的生日啊？今年突然之间想起来了？是这样的，
罗总前几天呢，想在我们网站投放一批广告，上定签约日期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日期怎么这么特别？这才想起来今天就是您的生日。如果是在今天签约的话，那这不就是喜上加喜吗？是吧，罗总？是。哎，那赶紧签吧，王小姐，你真的是能干啊！将来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多谢罗夫人夸奖，我这以后的工作呢，还得靠我们罗总多多支持才对。哎，客气，客气。这个呢是按照您上次的要求改好的合同，您就在这里签字就好。王小姐，你可真厉害呀，佩服，佩服啊！您过奖了，您忘了，这还是您给我的这次机会。那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愉快。也希望我们选择北漂访客网是正确的。当然了，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我就先走了。好。哎，对了，罗夫人，我专门在餐厅为您订了一桌烛光晚餐，算是我的一点小小的心意。祝您生日快乐！谢谢你啊，王小姐。那就不打扰二位了，咱们下次再见。啊，再见。哈哈。小雨，你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我对你的仰慕之情犹如这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好比这黄河泛滥之水一发不可收拾。你说这里面蕴藏了多少个谋略还有才智啊？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欲擒故纵，假痴不癫啊，反客为主。还有这苦肉计，还有这美人计。大宇，我怎么觉得小雨比你更适合当咱们这董事长呢？哎，你可别开玩笑了，我这是被逼的，也是实在没招了。陆宇，你快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知道他老婆的生日，又怎么把他约出来的？当律师最重要的就是知己知彼。如果你连原告跟被告的个人资料、家庭背景、社会关系都没有吃透，那你怎么帮代理人完成委托？其实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见他，我就把他家庭关系给摸清了。至于把他老婆给约出来，那就更容易了。我就在他家门口给他老婆打了个电话，我说我是罗总的朋友，罗总现在在忙，托我给您送一份生日礼物，然后再把他带去酒店。他呢就觉得我是为了跟她老公签合同，所以刻意讨好他，完全没有怀疑，跟着我就去了。陆宇，我太崇拜你了，太聪明了。对呀，关键是100万啊，这么多钱。若雨，你真是女中豪杰。快别夸我了。没看咱们公司的董事长跟 CEO 一直臭着个脸。小月，你这么做实在是太冒险了。第一，是你个人安全的问题；第二，如果客户不理解你，恼羞成怒怎么办？第三，为什么提前不跟我们说？对吧？其实我理解小雨是怎么想的。第一呢，他是怕我们知道，不让他去，这个客户肯定就白费了。第二呢，他就在想，他对罗总那么了解，一定有信心拿下这一单。第三，他知道我们的压力现在很大，如果拿下这一单的话，一定会帮我们缓解不少的压力，所以才铤而走险，是吧，小雨？你这就是纵容，你越这么想，越可能会出事儿。
她是一个女生，这大半夜的，万一坏人要是下迷药怎么办？万一有其他帮手怎么办？万一他……好了，你别说了，你再给人小雨吓着。我承认这事儿我负主要责任，我忽略了公司员工安全的规章制度。在这里，我自己先自罚1个月工资，我扣这儿了，我不拿了，好吧？这样，接下来公司有个规定，不准女员工单独出去谈事情，行不行，老大？就这么定了。哎呀，行了，别愁眉苦脸的，人家小雨好不容易把单子拿过来了，你就不能给人一个笑脸啊？真棒！好吧，下不为例啊。李红月，我听说你利用我们家小雨使美人计拉客户，有这事儿没这事儿？叔，是这样啊，这事我真的不知道，但绝对没有使什么美人计。我也是才听小雨刚告诉我们的。哎，你怎么知道的呀？我怎么知道呢？你甭管，我就问你。凭什么让我们家小雨独自去见客户？这要出了什么事儿，谁负责？对，这事儿是我的不对。身为公司董事长，我已经自我检讨过了。还有就是扣了1个月工资，改变了我们公司的制度，今后绝对不会让女生一个人出去谈事儿。态度很诚恳。就冲你刚才没有推卸责任，我今天就饶了你。你对我们家小雨到底有没有那个意思？什么意思？就哪个意思？我说你这么笨，你怎么做生意呀？不是，我真不知道您说什么，什么意思啊？你没谈过恋爱吗？您问这个干什么？怪不得呢。你就说吧，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们家小雨？就瞎说。我什么我呀？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啊，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这么吞吞吐吐、犹犹豫豫的干什么？不是叔，这事儿我就没敢想过。现在开始想，你胆子不是挺大的吗？壮起胆子，现在开始想。你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的姑娘长得又这么好看，你就从来没有对她动过心？你看，哎呀，行了，走，回去慢慢想，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再来见我。走。啊。我是高氏集团的实习法律顾问，还有我们2个。来，把手给我，手给我，放这儿。你看 ，straight。
干嘛呢？啊？发什么傻呢？啊，没，我刚回来。啊。嗯。你干嘛呢？啊，我上厕所。啊，我也刚吃过。怎么了你？折腾来折腾去的，琢磨啥呢？老大，嗯，你觉得小雨怎么样？挺好的呀，为人正直，工作严谨，业务能力也很强，是一个很可靠的合作。哎呦，不是说那方面。其他方面啊，人长得挺漂亮的，个性独立，挺有气质。除了有点小脾气，其他都挺好。真是，哎，老大，你觉得我们俩合适吗？你觉得我要是追小雨，做梦！你以为这么好姑娘就你一人看见了？我当时在剧外的时候，追她的人海里去了，什么海归博士，名校的那些精英，追她的人一个个的排着队，不还是让她干净利落脆的给拒绝了吗？有什么了不起？